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防务面对面，我是王宇田。在4月份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第2艘航母山东号出了西太平洋进行了演习。最近呢，山东号已经返回了。在这次演习中，山东号演练了哪些新战法？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军事观察家说山东号不是一个真正的航母？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山东号究竟是不是达到了它的预定目的。这次山东舰到西太平洋训练，我看在5月6号，咱们的央视对它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当然，这次报道的内容是这样子的：说参加了环台岛的战略警训，参加了利剑演习，以及正常的编队训练以及其他实战训练等等。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是一带而过的，说这次山东舰编队呢与火箭军、陆基航空兵和其他水面舰艇编组进行了联合训练。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听话要听音，对，尤其是跟火箭军联训这个事儿，好像以前没有公开报道过。对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在山东舰训练期间就进行过猜测，有可能会与火箭军进行联合训练了。这次央视给证实了，这可不得了啊！我觉得这是世界上的首创。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大家都知道吧，美国没有这个战法吧？说反舰弹道导弹与它航母配合没有，也许它不需要，人家航母强大嘛，它就没有反舰弹道导弹。俄罗斯也没有吧？俄罗斯也没有，其他国家都谈不起来。所以我说呢，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创。它的意义在哪呢？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山东舰编队这次出去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了吗？基本都在咱们距离中国大陆2000公里的范围之内。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东风26，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甚至4000公里。也就是说，山东舰始终处在咱们火箭军的弹道导弹的掩护范围之内，同时又留出来2000公里，在山东舰以远的地方也是它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意义就大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美国航母编队的舰载机，不管是它的超级大黄蜂还是 F-35C、35B， 它的作战半径基本都在1000公里左右，对吧？就是说，你美国的航母编队，你不管你福特级的、尼米兹级的，你根本不敢靠近山东舰1000公里范围之内。山东舰在这一片海域是畅通无阻的，你靠近了，对不起，你要打我们的山东舰，我们陆上的反舰导弹可以打你。这样一来呢，火箭军与山东舰配合，就在台湾东部这一大片海域取得了制空制海权。等于说咱们这个解放军搞了一种新的战法，对的，这就叫什么呢？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是吧？我航母是打不过你，但是呢，我只要航母能紧紧的盯着你，把你的坐标随时给传回去，那么好，我不跟你打了，我天上有的是招人收拾你了。对的所以我们航母不需要去搞什么大航母大舰队那个搞得跟2战那个航母对轰似的。对的，我不需要打堂堂之阵嘛。也就是说，我们古代说到，我剑不如你，我剑法独特，照样可以把你置于死地。这些战法，很多外军他是没看出来。你看那个路透社，他还采访了10个所谓的专业人士和武官，其中有8个说：“中国的航母就是个宣传品，就是展示一下它的肌肉。”他根本没看到这一点。包括日本呢，有个中将也说，他怎么能敢出宫古海峡呢？出了，那不就说随便我们打吗？你敢吗？你可敢派航母与我们这个所谓的落后的华跃起飞的航母进行对峙吗？你不敢靠近我1000公里范围之内。而且咱这个航母虽然看起来落后，但实际战斗力那可真不一定落后。就比方说这一次咱们这个出航1个月内，据观测在整个演习的高峰期，我们每天的这个舰载机出动量可以达到了40架次。对，尼米兹级航母虽然最高可以到120，但是去年的时候，美国最新的福特级航母，他们那个演习过程中，平均每天才20多架次。是的，还没我们的山东号航母高呢。也就是说我们尽管整体上他们比我们先进但是它形成战斗力和保持的这个战斗力，在某个时期未必就比我们强。这要看具体情况。而且 F-35C 现在还不能跟它电磁弹射器进行结合。对的，它现在还只能弹那个超级大黄蜂。
对的。而这次山东舰编队出航啊，还有2个新的战法在中国的军队里面确立。一个是山东舰的舰载机为轰六 K 或轰六 N 出宫古海峡提供护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轰六飞机过去经常出宫古海峡，可是大家知道吗？宫古海峡的中部到那霸机场才有多远？150公里。也就是说啊，像美国、日本的 F-15、F-15J 这些战斗机，随时可以拦截我们的轰六。而如果在台湾以东方向有我们的航母在，有舰载机在，就可以对我们的轰六提供护航。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啊，因为过去没有啊。就是凭我们的胆量，凭我们的意志冲出宫古海峡，而现在我们有了护身的宝剑，这当然就是不一样了。所以呢，中国的这个战斗机啊，也都追寻大航程，因为呢，这个第一岛链啊，离我们确实是有点远，那大概也就800到1000公里了。对，那我们航程近一点，比方说歼10就没法给这个轰六护航，没办法。即便是我们这个歼16航程是够了，勉强把它送出这个宫古海峡，而且这个呢还没有留出足够的余量进行空中战斗。对的。所以这个是，如果航母摆在这儿的话，我们的飞机随时都可以上天去护航，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回忆一下就知道，就在山东舰在西太训练的时候，我们轰六 K 出了宫古海峡，指向了关岛，而且是携带的巡航导弹带弹出去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后的行动就更加方便了。还有一个战法，就是这次轰六编队呢，还为另外一支以055领衔的驱逐舰编队提供护航了。我们空中飞机是这样，水上舰艇也是这样。我们的水面舰艇经常出西太去活动，但一样是没有戴帽子，也会受到美日以及台湾地区他们空中的威胁。而这一次我们央视报道特别提到了与其他编队进行联合训练，什么意思啊？就是给另外一支055的编队提供空中护航。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西太平洋活动的水面舰艇编队的安全呢，又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其实啊，王老师啊，我还有个想法，这个其他编队啊，还不一定是水面的部队，还有可能是水下的部队，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现在核潜艇想出第一岛链，无非呢，要么是宫古海峡，要么是巴士海峡，对，都是一个小海口。美国早在这地方布下了海底声纳阵列了，对，我们潜艇出去是很危险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航母就放在这个口附近，那么即使你能听到我潜艇出来了，你敢派反潜飞机过来吗？所以呢，这就是不是说靠潜艇的隐身性能是突防，而是靠我们航母的力量去硬闯。这个为我们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正常值班提供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一个护航。你提到这一点很重要，就在前几天，还有媒体说啊，我们的094出现在了菲律宾海，菲律宾海是在菲律宾以东的大片海域，有可能这一次我们的航母编队的舰载机以及呢反潜巡逻机对我们的潜艇也提供掩护了，因为有了空中的反潜巡逻机，就可以发现对方的潜艇啊可能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呢，我们094核潜艇在这个地方的活动的安全呢，又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所以啊，这次山东舰远航啊，它的收获是多维的、多方面的，是中国军队的一个空前的战略战术能力的提高。等未来啊，我们的003航母服役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存在感会更强，我们的这一系列的战略力量的保障也会更强。到时候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这句话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